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城市人口密度比香港还高，却没有一个像样的贫民窟？如果你在孟买，你会看到达拉维60万人挤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铁皮屋顶下；如果你在里约，你会看到罗西尼亚7万人住在半山腰的棚屋里，跟山下的5星级酒店只隔一条马路；如果你在香港，你会看到龙屋、板间房，超过20万人住在连转身都困难的空间里；如果你在日本大阪，你会看到日本最大的贫民窟。但如果你在新加坡，你把整个国家翻一遍，你找不到任何一处这样的地方。为什么一个土地面积只有734平方公里的城市国家，人口密度比香港还高，为什么反而成了世界上少数没有贫民窟的城市？今天我们就用一期视频把这个问题讲明白。很多人以为新加坡天生就是花园城市，其实大错特错。1947年，一份英国住房委员会的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，新加坡拥有世界上最恶劣的贫民窟，是文明社会的耻辱。上世纪50、60年代，新加坡到处都是干榜，也就是马来语里的村庄。这些干榜没有像样的道路，没有上下水，居民住在木板和新板搭成的简易住房里。最著名的是干榜河水山，那里密密麻麻全是华人贫民搭建的窝棚。1960年代初，2场铺天盖地的大火烧毁了2万多人的家。火灾之后，新加坡人意识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于是1960年建屋发展局，也就是 HDB 成立了。建屋发展局的首要任务是什么？清理贫民窟和占屋，建造廉价公共住房来安置居民。换句话说，新加坡消灭城中村的战斗从1960年就正式打响了。那么新加坡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能把城中村彻底根除呢？靠的不是运气，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设计。第一，土地国有化。城中村是怎么形成的？说白了，就是城市发展太快，政府管不了那么多空地，穷人就自己搭房子住下来了。要消灭城中村，首先得有地盖房子。但新加坡当年大部分土地是私人的，政府想盖房没地，怎么办？1966年，新加坡通过了土地征收法，这部法律赋予政府一项大杀器，只要是公共目的需要的土地，政府可以强制征用，而且补偿标准定得很低。李光耀当时说的非常直白，没有任何私人地主可以从政府的支出中得到土地升值的好处。结果是什么？新加坡国有土地的比例从1960年的 44%一路飙升到2006年的 87%， 到今天超过 90% 的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。政府手里有了地，想盖多少组屋就盖多少组屋，城中村赖以生存的灰色空间被彻底堵死了。第二，居者有其屋，光有地还不够，还得让老百姓买得起房。1964年，新加坡推出了居者有其屋计划，建屋发展局大规模建造组屋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新加坡公民。效果有多夸张？到今天，超过 80% 的新加坡居民住在组屋里，房屋自有率接近 90%。 换句话说，新加坡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房子，而且是政府提供的，价格合理的，质量有保障的房子。一个人有了自己的房子，有了稳定的社区，有了体面的生活，他为什么要去住城中村？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配套制度，就是中央公积金。新加坡的公积金不仅覆盖养老和医疗，更关键的是可以用于支付组屋的首付和月供，政府还会给予高额的购房津贴。这样一来，即使是低收入家庭，也能通过长期的公积金储蓄买得起组屋。这个制度设计让居者有其屋不仅仅是一句口号，而是一个可以落地执行的财务闭环。第三，主动融合，不让任何社区变成新的城中村。世界上很多国家也有公屋，但最后公屋区自己变成了贫民窟，比如美国的公共住房项目，最后成了犯罪温床。新加坡怎么避免这个问题？1989年，政府推出了种族融合政策。这个政策的核心很简单，每一栋组屋，每一个社区，各种族的人口比例不能超过规定上限，马来族不超过 22%， 印度族和其他少数族裔不超过 10%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种族在任何一个社区里扎堆儿。你不可能看到一个社区全是穷人，全是某个族群
然后慢慢衰败成贫民窟。这个政策已经执行了30多年，目的就是防止形成种族飞地。城中村的本质是什么？就是某一个群体被边缘化、被隔离、被遗忘。新加坡用政策手段硬生生把这个可能性掐死了。不仅如此，政府还通过祖屋翻新计划和邻里更新计划，持续对老旧祖屋区进行改造和升级，维持其居住品质和房产价值。这意味着祖屋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公屋那样随着时间推移而衰败，而是会不断的被注入新的资源和活力。我们来对比几个地方。首先看香港，香港和新加坡当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，都经历过贫民窟大火，都建立了公屋制度。但今天呢，新加坡祖屋占比 82%， 香港公屋占比只有 49%。 香港公屋轮候时间要6年，超过20万香港人住在龙屋汤房里，人均居住面积只有 6.6 平方米，而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积是33平方米，整整5倍。为什么差距这么大？核心原因就一个，新加坡把居者有其屋当成国家战略，几十年不动摇。香港则在2002年后大幅放缓了公屋建设，转而依赖私人市场，一个坚持到底，一个半途而废，结果天壤之别。再看印度孟买，亚洲金融中心之一，市中心却藏着亚洲最大的贫民窟达拉维，60万人挤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地方。巴西里约5星级酒店和贫民窟只隔一条马路，整个巴西有1640万人住在贫民窟里。就连日本公认的发达国家也有3大贫民窟，大阪的府崎至今还有大量无家可归者。这些地方的问题出在哪？说到底，城市化太快，政府跟不上，穷人涌进城市，找不到房子住，就在空地上自己搭，一搭就是几十年，慢慢就成了贫民窟，成了城中村。新加坡厉害在哪里？他的政府跑在了城市化前面，在穷人还没开始自己搭房子之前，政府已经把祖屋准备好了。而且新加坡的祖屋供应量始终是超前的，政府会根据人口预测，提前5到10年规划新市镇，确保供应永远略大于需求。这种前瞻性规划是很多国家想学却学不来的。新加坡为什么没有城中村？答案其实很简单，政府用制度把它消灭在了萌芽状态。还有一点很关键，那就是政治意志。新加坡从建国之初就把住房视为国家安全的基石，而不是普通商品。李光耀曾说过，一个拥有自己房子的国民会对国家有更强的归属感和责任感。这种将住房与政治稳定直接挂钩的思维，决定了新加坡在住房政策上的投入力度和持续性，远超其他国家和地区。看到这里，你会发现，新加坡最强的地方，不是把楼盖得整齐，而是把住房直接做成了城市秩序的一部分。土地由国家主导，资金靠 CPF 支撑，供应由 HDB 调节，社区再用 EIP 和市镇规划去稳住。于是很多城市默认会出现的贫民窟、族群、飞地和极端居住环境，在新加坡被大幅压缩了。但真正难的问题，其实在后面。祖屋现在同时承担居住、资产、退休和社会稳定4种功能，它不可能永远没有张力。年轻人的负担能力、代际公平、成熟区溢价、转售限制，还有个人选择空间，接下来都会越来越敏感。如果你也关心新加坡的城市规划、基建项目、祖屋更新和市镇设计，记得订阅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新加坡祖屋制度最值得保留的一点是什么？最需要改的一点又是什么？